敲碗和观众介绍群里的各位大佬玩家以及他们的特点，比如成像。OK， 很早期有开个表单问卷，让大家填写，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？能力值如何？可是每项能力值没有定义清楚。同舞自证妹，有的人是用游戏内的评价，有的人是觉得贴上一个史实人物的形象，评分标准没有定下来，所以最后评出来有点发散。但这一次更明确地定出每一项能力，并且我们不是直接评同舞自证妹，而是评以下这些问题。这每个评分项目都有相对应的能力值，而且权重有不同。最后有评出10几位玩家，这集带大家来看其中5位。在开始之前，先来介绍我们的评分项目。浅蓝色这一块，这4项主要是影响魅力，那政治也有一些。幸运的话，就是说你可能在跟这个玩家在谈外交地友的时候，是不是值得信任，或是他能不能完成跟你答应的事情。因为有的人就可以胡乱答应一通嘛，我一定绝对肯定保证守住江陵，然后结果3个月就直接喷掉。那这个就是算没有信誉的一种，它不是完全，但的确有含在里面。那谈判也很好理解嘛，你在跟人外交的过程中，包含你的谈判技巧，也许还掺有一点态度的问题。那像之前有出过的会员影片，如果你都用战狼外交的话，那大家当然自然不想要跟你谈任何外交，也不会跟你想要接触，那这个分数就不会太高。再来是合纵联合能力，我们 AKA 号召力，一位玩家他能不能组织一波联军，或是说他能不能找到很多盟友。就比方说有时候打一打，可能出现一个势力独大，大家为了存活制衡，那是不是自然有可能会开始联盟？那如何组织联盟，如何促成这件事情，就跟号召力有很大的相关。号召力还可以是说，这个人登高一呼，对大家影响力如何？那可能又包含了一部分的信誉部分，因为你如果是没有信誉的，大家也不会在你登高一呼的时候理你。这些算是有一点连带关系的。再来拳头外交能力应该非常好理解吧，非常白话文，就是这个人他能不能善用他的优势，创造出更大的优势。例如 A 跟 B 说，你去打 C， 你不打 C 的话，我现在就要 K 你哦，这就是一种拳头外交。也许会想说对啊，这不就是战狼外交吗？所以拳头外交用的不好的话，很容易变战狼外交。有时候是一些措辞让人们舒服，有时候是你有没有搬出实质的利益，或是说你要阐述分析给目标对象说，你不照我说的做，你这边会出事，不一定是直接打，这需要对大局或是对自身的战斗能力有更高的掌握度，你才能找出那个理想的点。这个讲下去有点深我这边就先点到为止，有机会再另外开一集。再来还有资源类，这个应该很好理解，你的调度能力如何，你的调兵速度如何，你的生产力如何，这算是比较内政后勤的部分。再来紫色的战略规划，也就是大局观，这个应该很好理解，就是你对全局的通盘理解。所谓的他上策、隆中对或者什么2分天下之计，这种就是属于大局观的一个最明显的表象，大家最耳熟能详的。那大局观你知道是一回事，你有没有能力去执行，那就是战略执行。有的人就是擅长出一张嘴，这不是贬义，是有的人就真的是擅长这方面的。我就是专门出点子，那执行可能不在行。那你如何能执行这个大战略，这也是一种能力。大局观占智力的 35%， 就满分是100嘛，那智力的35是大局观，那其他大局观可能影响了统帅、政治魅力各一点点。那战略执行就比较偏统帅、智力一些。那有战略就会有战术，战术也分成你的丰富程度，还有你的执行能力。比方说我会破城坑兵，我会移兵战术，我会流言大法。当你会的战术越多，你的打法就会越灵活，这个就是战术丰富度。那如何执行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军团配置也很好理解，你会不会用军团，能不能把军团操控到最理想的状态，让军团好好为你做事，这也是一种能力。战线稳定性也很好理解，你会不会乱撤城，撤了不该撤的城，或是你在推进战线的时候，有的人攻得下来，但是他攻下来之后守不住，这也是一种缺乏稳定性。那撤退战也是一种能力，军事集结速度也是现代越来越重要的能力。再来红色这一块能力主要是对应兵科，因为毕竟3、5、11，那主要是以己为守，计为攻，枪算是相对平衡，那弩是远程。那基于这个逻辑，我们为这些能力给予相对应的兵科权重。比方说你擅长水上破阵那你水军一定是非常凶猛，那占的水军高达 51%。登陆战、港关突破能力有攸关于你的枪兵兵器，还有水军比较是途径派的兵种。那还有破城能力，就比方说破城坑兵，那想当然一定是跟兵器有高度相关，那可能还加了一些武力。这个人擅不擅长追击战，就跟他骑兵有很大的相关。其他的可能都还蛮直观的。战场压制力比较抽象一点，我稍微解释一下。有时候你跟一个人打，你不用特别讲什么原因，你就是觉得这个玩家你在跟他打的时候压力特别大，他的走位、他的布阵，或是可能他的凶狠程度、他的积极性，一个综合的感官，有些人这样玩起来就是会给别人极大的压力。这真的有点抽象，但是我相信有玩过 PVP 的人应该都能理解。这个战场压制力通常是难以言喻的，就是给人一种莫名的
压迫感，或者说宰制力。如果没有玩过 PVP 的话，你多少可能有接触一些运动，不管是你自身参与还是有在看相关的球赛，有的球员他不一定是透过得很多分，总之他在场上的压制力、宰制力就是特别强，他的胜率就是特别高，带给你的压力特别大，大概就是那种感觉。然后这是我们的评分标准，接下来进入我们最后评出来的 Top 5。说 Top 5其实也就只有10几个人在评而已啦。我们的评价方式是这样的：你想要被评的话，你就可以评其他人，自己当然不会评自己，都是由其他人来评价。最终我们得出了前5位，就是说截至目前为止，你可以说是五虎将吗？还是什么4大天王有5位？这个前5是照5回合来排的。如果我跟前几天的直播的话，应该都看过这些武将。那我们的鱼云武将 ，A.K.A 玩家武将 Top 5开始。我们的第5是 HY， 总共有6人评价，得出来的5回合是436，各项能力值是非常平均的。最接近的模板是邓艾，能力接近，那特技也是强行。那这边有看到3个特技是强行推进遁走，每个评价的人都会列出这个玩家，他的特技比较像什么，每个人都会推荐2个适合的特技。这个特技1、2、3就是票数最多的3个特技，也就是说票最多的是强行，再推进，再遁走。那我们的玩法是这样，你要开一场新局，如果用到这些武将的话，你可以自行从这3个特技里面挑一个你想要的。那像 HY 特色就是很擅长抢地，很擅长快攻，特别善用行军类特技，很懂得计算步伐。最后评完之后发现，真的很像邓艾，算是兵种适性更全面的邓艾，因为还有弩 S、水军还有 A， 打法很有侵略性。再来5位排名第4的是郑威，打法刚好是另外一个方向，比较偏稳健防守一派，最擅长的是大局观还有撤退战。我们都开玩笑说郑威是擦屁股大将军，有哪个玩家势力炸了，由我们擦屁股大将军郑威接手的话，瞬间稳住阵脚，原本看似大逆风的场都能让局势稳定下来。例如之前出过的战报，以魏蜀为基底，再独立出来各个军团长，君主跟军团长是绑定同盟的，就让玩家体验军团长的感觉。玩关羽的玩家被打爆了，改接手曹魏方的夏侯惇，那我整顿原本旧的关羽，改成由诸葛亮当军团长，再打爆夏侯惇。正当夏侯惇又被打爆的时候，出面接手的就是郑威，是他稳住了阵脚。不然这场战报原本这边我是一战直接把魏国推平，是郑威扛住了这个战线，我才没有一战推掉魏国。大家给他的特技是虚实洞察深谋，好像没有一个特别像的模板，不知道大家觉得郑威最像哪个武将？5回合排名第3高的是丞相452，丞相最大的特色就是非常擅长外交。虽然最后大家评出来是虚实洞察怒法，我个人是给论克跟洞察。丞相不管是信誉还是谈判，都获得1致满分的好评。最终评出来的魅力值也是所有玩家武将里面最高的96。再看看这个头像，可以说是理解丞相，成为丞相，超越丞相，相由心生，心由相生，丞相终究成为丞相，几乎完美的符合丞相人设。给大家一个丞相的外交实力，之前我不是有出过外交的影片吗？其中想要把北平这个钉子变成放狗咬人，丢出去到长安咬其他人，这个想法就是丞相，亏他想得出来。同一场还成功劝降了拥有10几20万兵的秦国，瞬间得到大量武将以及大量的士兵兵装，这就是丞相外交的可怕，不费一兵一卒，用一张嘴定天下。还有更夸张的事例，我这边就不一一赘述了，或许有机会再来做一集外交进阶版吧。再来，评分第2高的是抗压丫丫，几乎各项评分项目它都非常高分，近乎零死角的全方面战将，其中军团配置还有战术执行问鼎第1宝座。如果要说丫丫擅长什么，这2项也的确刚好就是大家觉得丫丫最擅长的地方。大家评出来的特技是勇将指导强行，指导稍微特别一点，因为丫丫在玩家对战群内总是热心的指导新人有哪些缺失，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，总是长篇大论，而这长篇大论绝对是好事，是讲得非常详细，哪些可以改进，所以大家有个小共识，抗压真的很适合指导。最后评出来的兵种适性的是全 S， 这边的数值只要是87.5就会变成是 S， 87.5以下是 A。不知道大家觉得丫丫像谁嘞？我认为如果要类比模板的话，应该是张辽加司马懿吧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？那最后我有偷筛选给大家，每人发500，所以大家把我评成5回合最高，感谢大家。并没有，都自己讲自己第一句很奇怪，但就还是谢谢大家啦。大家评我的特技是猛者强行火神，其中猛者跟火神大家应该真的是被搞到怕到了，所以才会印象鲜明的这特技就选他吧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然后以上是截至目前为止最强的5位玩家，说是最强，但一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，也许有人更强，或是还有更厉害的人根本就没有玩这款游戏，或是没有参与这次的评比，因为也有些人没有参加这次的约旦评。如果你对玩家对战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一起来加入玩家对战群组。那现在是申请制，申请加入之后记得到 IG 或是 FB 留言告诉你的 ID， 一起来玩家对战。另外会员们如果还没登录三国云军的话，记得到 DC
三国援军招募新武将登录区，写下你设定你自己武将的能力值，还有各项特技之类的，跟我一起在游戏里面征战四方。就这样了，拜。